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妙法阁掌事芷溪拜见帝尊，芷溪奉命前往夜兰山收取神器，意外寻得应渊帝君。帝君危难，事态紧急，芷溪为帮助帝君归位，耽误了归宫时间，还请帝尊责罚。你找回了神器，又赢回了帝君，立下大功了，吾为何要罚你啊？姻缘君对吾说了，芷溪仙子聪慧过人，胆识有加，赐妙法阁圣勋之印，附1000年修为，官升3等，晋升仙阶。谢帝尊恩赏。好了，起来吧。应元君对吾说，令妹颜淡在凡界对他剜心相救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应元君还说，他对令妹可是情深意切，你可知晓？帝尊这般问，难道是要惩罚颜淡，勾引帝君？回帝尊，帝君已然归位，颜淡却为妖神，二人身份悬殊，难以相见。且颜淡早已言明，他不愿再与帝君有任何瓜葛，此情无处安放，终将夭折，不染帝君之心。那令妹的心思可有回转的可能啊？帝尊的意思是，令妹对应渊剜心相救，而应渊呢，对令妹又是情根深重。如若他肯放下仙身下凡的话，那他跟令妹当是人人羡煞的眷侣了。帝君，颜淡醒了吗？颜淡虽没苏醒，但却已无大碍。余墨会尽心相守，请帝君放心。我还没有谢过你。颜淡如此，那都是因为我。你舍命相救的那份恩情，我定会报答。帝君，你能为了和颜淡厮守，舍下仙身吗？他现下安好，我也该回去好好查案了。希望帝君可以早日揭开真相，惩奸除恶，还九重天太平。先别乱动啊！哎，子言，你怎么哭了？这桃树是我种的，我日日给它浇水，盼它早日开花，结出桃子。
可是现在山径塌了，它也断了。哎，子言，我有个办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呀，全山径只有严诞姐姐一个人的房间尚未摧毁，这是因为山主大人用他的九气之力罩住了严诞姐姐的房间。为了让严诞姐姐早日醒来，山主大人还在里面没日没夜地给她输送灵力。这意味着严诞姐姐房间窗台底下此刻灵力汇聚，十分利于草木重生。我们把她带到那边种去。好啊，走吧。夜阑珊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我而起。帝君，这几日的凡界传信都在这里了。本君自己查阅便可，你下去吧。我们天信观地处偏僻，分外阴寒，常年以法器火晶取暖。我已给您准备了一支。你的身份不宜在天界现身，还不速速隐去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的记忆都恢复了，那你为何没来问我，在凡界时你和严诞的过往？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，便猜出了你隐瞒的原因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多问？哎呀，我和天界那些道貌岸然的神仙可不同啊！我是担心你重蹈我旧主人的覆辙。不过如今看，那个小花精的确对你是情深意重。行了，你们的婚事呢，我同意了。你要是想违抗天规，我随时帮你。没有风泉谷的信，果然是被劫了。火晶乃天火淬炼而成，坚硬难碎，怎会突生裂痕？此火燃得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有人动了手脚。太幽，帝君，没伤着你吧？巡守天兵向我汇报天信观走水，我便立马赶来了。南边火势甚重，我去那边搭救。帝君，这儿交给你了。太幽宫离此处甚远，他为何来得这般快？天信观的各处我已经勘察完毕，并没有发现可疑术法的痕迹。也许是火晶久未更换，使用多年，暗藏隐患。此火燃得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幸亏你我二人及时赶到，将火扑灭。天信观的焚损并不严重，
只是烧毁了一些书信。感谢应元君相助，使我免受失职之罚。星君不必多礼。7日未至，他手中却并无黑斑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号称练兵100年，实则连火都防不住的天界仙兵太幽草包星君大总管吗？前仙兵总管火德元帅，还是如此威风啊！应元君，我还需要向帝尊复命，先告辞。正好，你且去问问帝尊，本帅当年当仙兵总管时，天界可曾烧过1块布，丢过1根草啊？元帅，太幽当年当真这般勤勉，100年练兵，从未休息吗？可不是嘛！美其名曰练兵为重，日日在兵场从早睡到晚，下界看巡这种苦差啊，都交给别人去做。我还以为能练出什么奇兵呢，果然是表面功夫、绣花枕头、草包一个。看来去过凡间的那位神秘人不是他，又或者太幽亦不过为人走狗，那此事可比我预料的要严重多了。当年应元君把兵书送给本帅，只求本帅布好这个房间，救下那个无赖的小仙士。可是本帅没能办成，本帅一直是心中有愧，但又不知道向谁弥补啊，只能是一直留着这个房间了。唉，这些年，天界的众位仙家以为你早已陨世。那太幽小人是想尽了各种法子，想从本帅这里骗走那本兵书，门儿都没有。如今你回来了，这兵书也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。太幽素日带兵，只知以蛮力和法器取胜，何时竟会排兵布阵之法？谁知他打什么主意啊？当年不过魔族几剑，就吓得破了胆。此等小人，怎能领阵带兵啊？当年仙魔大战，帝尊也曾向我诉过苦，说太幽游华自保，绝对不能委以重任。可现如今，顶替了本帅的位置啊！不对。帝尊向来言行合一，若是下过此论断，他又怎会让太幽担任军职呢？帝尊变了，天界变了，这天界已不是本帅熟悉的9重天了，一切全都变了。北冥仙君在战中被杀，帝尊在大战后撤改天界律法，我也是为查此事下凡。旋即遭袭，桩桩件件皆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这大战定有问题。老元帅，你可告知我下凡历难期间，天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月空术。此法只有瞬时穿移所需，难道？仔细！你为何要使用月空术？难道你还是要走吗？原来你这样想啊！既然当初选择了与你成亲，我便不会悄悄离开。除非和你一起啊！这是我为严诞生辰准备的贺礼，他喜欢四处游玩，我便在这画上施展月空术，方便他畅游人间。只是我身体刚刚恢复，这月空术又颇为耗精气，我是怕你担心我嘛。
所以只能偷偷勾画。对不起，子期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但我的确不想看到你受累。你若想送辞礼，这样，回宫之后，我来帮你完成。如此，那便有劳夫君了。哦，对了，于墨刚刚来信，邀请我们去野兰山，但是我想着你身体还未康复，于是我便回信说，等过些日子你身体好些了，我们再启程。不过这个礼物，我可以先派人送过去。难道于墨还是起疑，这傀儡树是我交给天界同僚的？我相信一定不是你。就算于墨他有所误会，等过几日我们去了耶兰山，给他解释清楚即可。此处阴凉，不宜久待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子期，请原谅我。我们分离了1000年之久，我如今最怕的，便是再次失去你。应元离开之时，我已经将风玄谷传信之事告知于他。他是帝君，此事一旦开始探查，很快便会有结果的。在九重天上，有众多神医，芷溪的伤势必会无碍。他们2个在天界能够彼此照拂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应渊原本不愿离去，只是天界诸事待办，他也是被逼无奈才走的。现如今，你的身体已经无恙，还是告知于他吧。想必他一定会非常惦念。唐周已死，应渊跟我恩怨两清，我们从此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要重新开始，在凡界做一只简单快乐的莲花精。你慢点儿，慢点，等会儿我。你别跑！野兰山众妖以族划分，疏于往来，也不外授自家术法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就是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吧。山境虽然出了事，但各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了。想当年，我与裘西在温泉旁大战，我就一招风卷残云，再接一招金刚不坏，立马就把他打趴在地上了。厉害！你看，又在吹牛了。哪个龟孙子敢砸我啊？严大，严大，信不信我让你？怎么样？让你聊聊当年的勇士啊？严大，你醒了？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多亏了你的清玄伞，已经好很多了。那就好，我的龟壳保住了。我强行取出地址，令大家家园尽毁，可你们还这般关心我，我实在……你这话就太见外了，严大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家园，家园最重要的就是家人。只要我们都平安团圆，即使天崩地裂也无所畏惧。对，严丹姐姐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爹说了，真正的男子汉就要风餐雨露，不能太挑剔，这样露天生活正好锻炼腰力。何况一座山而已，只要你愿意嫁来我们狐族，我再给你盖10座。这个小坠子是用我的狐狸毛制成的，就当是聘礼了。真的？小紫妍，这可真漂亮啊！我的聘礼。哎，子妍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接着去吹牛吧。走。走啦。
细查练兵册与职业记录，那夜太优本不该在天信观附近当值，救火之事绝非偶然。如火德所言，太优并无带兵之才。我下界数年，天界人员调动毫无章法，诸事定判也与往日不同。仙兵总管此职，可遏天界烟火，帝尊怎会出尔反尔？必是那神秘人帮他登上此位。帝君，天一们到了。有话直说，莫要拖延。帝尊亲诏，务必通体遍查帝君仙身。若帝君有何处不适，或有隐疾未除，帝尊便要革了我们的仙职啊！是啊，我等好不容易寻到帝君，实得珍惜机会，仔细诊治啊。本君仙灵稳固，周身康健，有何可查？帝君您就别嘴硬了，您灵神郁结，脉象不稳，心火过盛啊！你们回去吧，此症在心，你们医不了。帝君为了苍生，千万要保重仙身，不可讳疾忌医呀！我们奉帝尊之意，无论帝君是心病还是伤病，不让我们治一治，怎么知道治不好呢？是啊，帝君，让我们试试才知道。对，是啊。天意这般跟随纠缠，如何查案？得寻个鲜有人知、可逆踪迹的去处。有人来访，竟如此不巧。严丹的事不能告知外人，还是下次再见他吧。你试试。邯郸灵力有疗愈之效，你现在伤好了，以后可以安心重建家园了。谢谢严丹姐姐，大家都说你妙手回春，没想到真这么神奇啊！严丹，咱们不是约好了晚上去摘芸豆吃吗？你忘了？快走吧。那严丹你……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我去采点花种，争取明日将我们山境东面的花海恢复如初。啊，那我们走了，走。一子半之差，百子生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清崖。回玄清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能做到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棋局终了，下棋之人易散。如今，白子归白子。黑子归黑子，无论是人或者是物，都会有它的归宿吧。燕丹，我们两度分离，7年我为你种下的莲花也都枯萎了。
此处鲜有人质，这东西是何人所放？帝君既然找到了这个瓷瓶，应当是顺利归位了。小仙，先行恭贺。我刚刚在凡界救了罹难的帝君，存下此刻，是知晓帝君若回到天界，定会来问我是受何人所托，护你平安。我曾经受一位恩人挚友所托，要永远守护帝君安危，我必信守承诺。虽然我不知道帝君什么时候罹难结束，但我知若帝君回到天界，定会重返地衙，所以我将答案存在了瓷瓶中，留在此处，待帝君查阅，自有分晓。沧海无边，追随你，直穿流连。情字蔓延，纵横在指尖。荒废了千年岁月，情丝万千怎么解？忘了期限，爱才能兑现。情深一眼，刻在心间，为你纵身一跃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总之，我去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渊君吧。在心间，为你纵身一跃，昙花一现，原来陆明口中的那位挚友，一直就是有人诺，心头喜，两次惋惜。燕丹，我欠你这么多，要我如何偿还？这是那盏最名贵的琥珀灯，你怎么给打碎了？啊，这是琥珀灯？对，这么巧的吗？不怕，我把它修好。你还来这做什么？严兰山不欢迎你。子言，你别冲动，他毕竟还救过你姐姐呢。坏人本来就是他引来的，他还毁了我们的家，害严丹姐姐受伤。山主大人和严丹姐姐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你的妖法精进了，竟然学会打人了，怎么，日后是不是要同我较量一番呢？严兰山之所以能够风调雨顺，全凭应渊帝君的地旨庇佑。现如今，他只是取回了自己的宝物，我们也无权责怪，对吗？快回去吧，戏台上还需要这盏灯呢。走吧，子言。青离帝君大驾光临野兰山，所谓何事？为何对我如此生分？昔日的唐州，与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。现如今，你已经是应渊帝君，与我妖族形同陌路。
此地便与你无任何关系。九重天寥落凄清，我不想久留。我心中的美好回忆，皆在此处。书信已至，天界已知帝君遭遇奇袭，定会派人护你左右，何来凄清可言？我没有找到接信之人。在天心观暗中查探之时，观中离奇失火，书信被焚毁，线索就已经断了。此人好生大胆，既知你已回天归位，还敢来犯？我本有怀疑的目标，可在验证之后，却发现他手上并没有黑斑。如果他不是主谋的话，云墨，这件事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得多。眼下天界阴谋待解，你应该悉心处理。缘何又到我耶兰山来？今日是他的生辰，在天界时，他曾经费尽心思为我庆生，所以理应来还他一声祝贺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。只惜一切安好，还因护主有功，升了仙界。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你为我照顾芷溪，这也是我该做的。你我如今各自安好，也算是善始善终。你走吧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当初在天上，你为我轻声驻守，如今是你的生辰，我也不会缺席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明天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我知道你曾将沉香炉送去焚毁，可是有些缘分，天意难觅。你说沉香如屑，火光喜爱，可香炉中还存有我们之间的余温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若沉香并未消弭的话，我们是否能回到过去？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如今连余温都不剩。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，月亏一影，破镜难圆。应渊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出现裂痕了，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，你懂不懂？即便出现裂痕，我也会拼力相护。当初在天界的时候，你最大的心愿
便使三界平安。可如今，三界暗潮涌动，随时可遭灭顶之灾。你此刻不能袖手旁观，若真的大难将至，你我都会后悔终生的。燕丹，那你告诉我，成全了三界，谁又来成全你？当年，我不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，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，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闭上眼睛，感受你手心的温度，才发现泪已止不住，缠绕发丝解不开你悲伤满目，再续一世情深不负。相似的白月光照故人心里伤，怎能让华发最意料初妆？金龟徒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啊，回眸骗人的凝望，那一刻的慌张，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脸庞，怦然无处躲藏。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壶秋水，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。百转千回痛不过一滴泪，只为你心碎。尖叫不及晴天，烟花易蹙眉。的白月光照故人心里伤，怎能让华发最意料初妆？金龟徒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啊，回眸骗人的凝望，那一刻的慌张，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脸庞，怦然无处躲藏。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壶秋水，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。百转千回痛不过一滴泪，只为